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印度陆军共有员额110万人，共编制有34个师，其中有6个军共13个师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一线部队约为11个师和2个装甲旅，其中10个为山地步兵师。印军在中印边界整体部署的特点是：东段人多，西段坦克多，缺乏机械化兵力，工事多，前沿部队多。大量师级单位都部署在中印东西两段边境附近，距离边境一般在200公里以内。在藏南地区，部署有印度山地军主力、第3军大部和第4军全部。2020年6月，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激烈冲突是中印两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此后的2年多时间里，中印两军通过16轮军长级会谈，形成了管控分歧的机制，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将部队从2020年发生冲突的一些地点脱离接触。印度国防部网站透露，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在边境加大基建，并提升了边境的驻军力量和作战半径、续航能力，包括在中国边境部署了基于瑞典 FH-77B 榴弹炮改造的达努什榴弹炮，从韩国引进的 K9 自行榴弹炮和从美国引进的 M777 超轻型榴弹炮，推动炮兵作战能力的发展。今年10月，印度陆军宣布紧急招标，为驻扎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步兵营采购1000架无人机。今日，印度网站声称，这些无人机系统将大大提高印度陆军在实控线地区的炮兵的作战能力。印度它在边境地区的这种投入力量建设的投入，应该是比原来大幅的一个增强。无论是通过提高通过修路搭桥来提高一个基础设施，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购买部署一些先进的一个武器，包括先进的雷达站啊，包括无人机啊等等。那么实际上是来强化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它在这个加强军事部署的时候呢，又是侵犯了中印两国之前关于边界问题达成的一些共识，又是对于中国的造成了一些侵权的一些行为，所以反过来其实又会加剧它自身的一个不安全感。印媒承认，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印军在冬季面临较大后勤压力，因此在冬季与中方发生冲突较为罕见。印度边境的一个村子，直到2021年11月份才安装了第一座移动电话信号塔，至今仍然缺乏道路、电力、医疗等基础设施。有6万名印度士兵此前部署在人烟稀少的拉达克东部。一位印度陆军军官表示，他们需要配置至少80种物资，比如口粮、工程机械、医疗用品、武器弹药、冬款军衣、大量煤油、柴油、汽油等等。相比之下，解放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强大得多。2020年，央视军事频道展示了一批解放军最新列装的实战单兵装备，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则是解放军17式野战防寒保暖套装。按照生产厂家负责人的描述，这款野战套装所搭配的帐篷、睡袋足以让战士们轻松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而且能让部队营地的隐蔽性进一步提高。近日，央视的报道显示，相关装备又升级了。在海拔4700米的喀喇昆仑高原驻守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已经集体换装新型单兵综合作战系统，包含新型军用头盔、夜视多功能眼镜、战斗携行具等多种装备，有效解决了官兵因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受制约的练兵备战，提升了官兵综合作战能力，为后续单兵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换装的新型单兵综合系统，携带便捷、防护力强，集实战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一体。战士们在执行各类任务时，指挥员能够了解每名官兵的实时动态，全局掌握态势。外界注意到，近年来印度在中印边境频频挑事，一大背景是美国背后挑动。印度是美国的准军事同盟国，也是与美军举行联演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每年有50多次海陆空演习。近年来，演习地点也逐渐靠近中印边境。11月29号，美印在中印边境开展了联合军事演习，具体地点在北阿坎德邦山区，距离印中边境实控线仅100公里。中国外交部当即就此向印方表达关切。发言人强调，美印联演违反中印双方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协定精神，不利于中印两国之间的信任。
此外，近年来美印军售数额也大幅提升，包括不少高端军事装备。据统计，2010至2020年，印度从美国订购了约25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装备入列5架 C-130J 超级大力神运输机、10架 P-8I 反潜机、2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即将配置145门 M777轻型榴弹炮及其他陆军装备。美国因素的一个介入，那么无论它一方面会让印度更加自恃有美国的撑腰，它会采取更加强硬的一个举措侵权的一个行为。另外一方面，它可能是也反映了美印在这个对华问题上它这种战略的一个趋同，所以我觉得这都不利于中印关系，不利于中印边境局势的一个缓和。